手不会这样子。一个真正练武的人，不管你练什么拳，他手推出去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你实际操作，你就知道，你这个样子的话，这边受力它没有支撑，而且好这个是看到诗画练那个东西啊，跟你们做一个提醒啊。然后刚才凤一练那个撑啊，我讲过，掌撑在墙，撑在地，或者打人，它的吃力点是这两个地方，不可以在这边，不可以在这边，手腕的压力点不可以在中央，它是在这一端跟这一端。什么原因？因为它是这两根骨头的支撑，它直接是这两根骨头的支撑。听不懂？我们这边有两根骨头嘛，所以你这边的力量是由这根骨头来支撑，这边的力量是由这根骨头来支撑。我手腕变这个样子，变成食指在这边，这个在这里，是不是这样子？大拇指也是一样。你如果在这边，你如果在中央，它没有这两根骨头的支撑，它这边是空的，所以它不能支撑压力。你一施压，这边就断了，听不懂？所以手要成习惯是这个样子。你去看所有，你去看明显的，你去看杨成甫的就好了。他搂膝咬步出去，手一定是这样子的，手不会是这样子的，手不会这样子。一个真正练武的人，不管你练什么拳，他手推出去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你实际操作，你就知道，你这个样子的话，这边受力它没有支撑，而且这边很容易撇，所以这个要养成习惯。我们练拳的人，所以起势那个1乘1压一定是这样子的。我们不管这个掌怎么压下去，往哪边压，一定是这个掌型，一定是这个样子。施力点着力是在这两根骨头的延伸出去的手，听不懂？所以你不可以做这个，做这样子就不对了。行家一看就是你没懂，听不懂？所以下去一定是这个样子的。看起来一样，可是你看形就不一样。我的弯，我的曲折是在这边。我就算是放平一点，我的曲折还是在这边。而且掌要是一个圆的，要是一个弧，手掌跟这两个点之间是一个弧，这边绝对不是平的。平的这两个之间，它没有支撑力。没有一个连结的支撑力，你是一个弧，这两个之间它有一个弧形的支撑力，听不懂？这要变成一个习惯这个要成为习惯。好，老师这样说的话，我们的脚也应该是一样吗？因为有骨头，你要。脚只有一根骨头，小腿对啊 ，fibula 跟这个 tibia， 对啊，你这根骨头下去，它其实是到哪边？是到脚跟嘛？对，是吧？然后其他的骨头是它的力量就开始分散出去了嘛。可是老师，这个骨头呢？因为有这个tibia在这里，对，也有一个小骨头到这里的。因为我们用手来讲的话，它也要这样吗？
没有啊，没有啊，因为还是他为主啊。OK，他不是他不用理他，对，他为主，他是协助他，所以你不能为了他而变成这个样子嘛。你变成这个样子之后，你就失掉他了，你就失掉他的支撑了嘛。所以两个压力不能一样的，这个两个骨头在这里。它不会一样啊，因为你偏这边，这边就没有了嘛。所以脚也是怎么样？脚也是这两边嘛。这样子。你们可以做，你们可以平常的时候啊，你们去练习。你平常走路的时候啊，走路或者上楼梯的时候，你去试。我叫你们去练习那个腿放松嘛。我们的腿起来。你的脚踝自然放松，它是一个这个形态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试试看，我在这个自然形态落下来，落点在哪边？你们试试看，脚踝放松，然后让它自然落地，脚跟就不要下去了，脚跟就不要下去了，落在那个前脚掌的那个地方。有体会吗？有体会吗？脚跟就不要下去了。所以起来落地，起来落地，起来落地，脚踝松掉，膝盖松掉，脚落地。好，这是落地的第一个点。然后我们说有时候就脚跟再下来，那个是第二个点。那很多时候我们只用第一个点，所以你想想看，那个支撑，你如果用那边的话，你的脚的支撑是在哪边？啊，你们试试看，脚踝松掉，脚自然垂着，你没有垂，你没垂，不是，你不要这样子，你们不能这样，不能让脚踝用力，脚踝放松，让那个脚自然垂下去，自然垂下去，然后跟着这个落，自然垂下去落，你去看那个落点，在你的脚的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对的，那个支撑就对的，不要有任何刻意。不要有任何刻意用脚尖去踩，或者要脚要踩下去。你任何有意的动作一动，把那个角度就变了。放松落下，哎，对，好，停了，停，脚跟就不要落了，再抬，让脚踝松掉，落，停，起，放正，你没正，松掉。脚尖不要往下压，好松，好落，顺着它落，这样不懂？有的女生尤其可能那个跳芭蕾的啊，或者什么，这个地方已经压得很松了，所以它的垂落的角度会比较大。可是你还是一样，你自然落下的时候，它自然就在那边，自然就在前脚掌那里。所以这个是我们脚落的时候一个最自然的着力状态，这样不懂？所以它不是什么，它不是这个，它不会是这个。你刚才讲这两根骨头嘛，是不是这样子？可是脚的形态跟手是不一样的嘛，它的功能也不一样，所以它不是这样子的，它不是这样子的。对呀，所以脚踝你能松掉，脚踝你能松掉，你的脚落地，你那个弹性，你的弹性就出来了啊，那个脚的灵动性啊，灵动性也出来了，听不懂啊？这是一个习惯嘛，所以你看他们打拳击的。打拳击的一要动，全都是用这里嘛，因为这边的能够提供你很好的灵活度跟弹性。
听不懂？所以这个是很值得研究、很值得思考的。所以它不是什么，不是以脚跟，不是以脚跟的。我们要动的时候也是，啪，你看是用这边嘛，是用这边，用这个，用这个捻，用那个地方捻，因为它是我很自然的脚放松落地的时候，那个地方是很自然的一个支撑。听不懂？所以我们练拳要在自然姿态当中、自然状态之中去找那个我们讲力的那个支撑跟力的合理性合理性的力一定是在我们的生理结构之内的当然我们也会这样练，我们也会这样练，我们走掌也会这样走走掌有时候也会这样走，那是练一种特殊的，就是把这个脚上面的力量练得均匀，侧面也有力量，后面也有力量，前面也有力量各四面八方那个小肌肉全部把它训练出来，这是特殊的练。可是你自然的，它一定是这样子的，自然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师父说宫保田他穿那个功夫鞋一样的东西他脚后跟从来不落地，晓得吗？他就是踏拉的那个鞋子，他脚后跟从不落地。我师父也是，他平常走路就这样，可是当他一走快的时候，脚后跟是不落地的，都是前脚掌像师爷他们这样走起来，看起来像正常人一样就是你会觉得他比较快就你这样走的时候你的重心当然是在前面的嘛，是不是？因为你用前脚掌的时候，你的重心当然是在前面嘛，所以它是小步快而且它是弹的，它不是这样走的嘛。你用前脚掌，它不会是这样走嘛。你用前脚掌走，它一定是弹的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们去看小孩子嘛。你们去看小孩子走，我常常说你们去看小孩子走，有没有？有回忆到吗？小孩子走都是用前脚掌走的嘛。小孩子跳，你都是前脚掌脚后跟没有落没有看到小孩子跳是这样跳吗？没有吧？那么笨。对看起来就笨嘛。你们小女生小时候很高兴的时候，很高兴不是这样子吗？就是这个所以很多东西要回到什么？不要去争那个人创造出来的道理创造出来的道理要回到人的生理结构自然使用的状态下，它是什么样子的？那个样子才是对的不是说其他的不对，它其他的是一种刻意的作为，是一种刻意的作为。当然，你很多刻意的作为，它也可以练出功夫来嘛。人类所有的刻意作为都可以练出来你看那个奥运的很多东西，那都是人的刻意作为那他刻意作为把它练得很好，它也是一种功夫嘛。可是我们追求的目的是回到自然，是回到自然，因为你刻意追求的东西，你刻意创造出来的东西，到后来
它都会跑掉，因为它是刻意的，它不属于你的，不属于我们的身体，听不懂？它不属于你身体的习惯的东西，它是你刻意去制造出来的啊。好，来，刚才讲了，我们就来练练那个3个桩的转换。